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今天清迈又是个大晴天，太阳晒着，感觉特别热。在宁曼路吃过午饭，小朋友们决定用 Grab 叫一辆车，直接去往素贴山双龙寺。沿着怀开路一路向西，依次经过清迈大学、怀开植物园和清迈动物园，然后走上9曲18弯的素贴山盘山路。素贴山盘山路路况还不错，上山2车道，下山1车道。车速通常都不慢，虽然不是自己开车，也同样感觉很舒服。素贴山位于清迈古城西北10公里左右，是来清迈的游客必游的避暑胜地。素贴山上有著名的普平皇宫，以及山中的培山苗族村等。另外，素贴山也是泰北著名的佛教圣山，尤其是半山腰的双龙寺，绝对是清迈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世界各国游客必游的景点之一。双龙寺可以说是神圣的中心，也是兰纳的传奇象征。下午2点半，我们到达了双龙寺停车场。寺门在山路的转弯处，路上有很多红色的双条车，路边也有很多卖纪念品和小吃的摊位，但并没有人出来冲着游客吆喝。登上几级台阶，走进红色的山门，再向前走几步，就来到了双龙寺的双龙台阶前。这是去往双龙寺的必经之路，也有人把这条路称为龙道。其实在这山高路远的著名景点，路边小摊售卖的商品价格跟在市区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游客多且在景区旁边而卖高价。也许是因为泰国全民信佛的缘故吧。双龙寺周围苍松翠柏古木参天，很显然寺院是建在山坡上的高台上。双龙寺原名素贴寺或素月寺，因山路两旁有2条气势雄伟的金龙守护，所以中文也将其称为双龙寺。不过仔细看你会发现，守护寺庙的并不是中国传统的龙，而是印度神话中的蛇神纳迦。昨天转过清迈古城的几个寺庙，经常能看到纳迦守护的阶梯。守护双龙寺阶梯的是用彩色玻璃片和扇形彩釉小瓷砖镶嵌而成的从马卡拉口中伸出的7头纳迦蛇，雄踞石阶2侧，昂首高峭，威风凛凛。如果想要步行去往双龙寺，则必须要爬上这306级150多米长的随纳迦蛇身蜿蜒一路起伏而上的纳迦楼梯。走近看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其实爬台阶上去应该并不会多累，不过小朋友们考虑一会儿还想徒步下山，所以呢这台阶就先不爬了，直接去坐缆车上到双龙寺吧。通往双龙寺的缆车并不在这里，其入口在距离山门下山方向50米左右的路边。因为缆车可以直接进入到双龙寺内，所以购买缆车票的同时还要购买双龙寺的门票。双龙寺对泰国人是免费的，对国外游客收取30泰铢每人，缆车则是20泰铢每人。说是缆车，其实就跟电梯一样，是那种斜坡的电梯。简单说，跟咱们之前行影部里聊过的通往葡萄牙埃斯皮诺山顶山上仁慈耶稣圣所缆车差不多，只不过双龙寺的电梯缆车轨道和车厢都是全封闭的。从缆车下来，入口处直接面对着一棵古树，这里是双龙寺外围的长廊。一个旅游团正围着清迈地图听导游讲解。往前走有一座白色的大钟楼，继续往前走一点是一座木佛殿，紧邻木佛殿东侧有一座架在高平台上的建筑，建筑旁是一座小平台，还有朝东的小走廊，这里正好可以当成观景台了。俯瞰清迈市区和清迈机场全景，几乎可谓是一览无余。这也是小朋友们想要来双龙寺的重要原因之一。小朋友们说，站在素贴山双龙寺看清迈市区，就好像站在西山森林公园看石家庄市区一样的感觉。听说如果晚上来还能看到城市的灯光，说不定会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由于双龙寺位于高山之上，四周森林植被覆盖率高，环境优美。之前咱们聊过，1292年孟来王与清迈地区建立了纳王朝，在
在建立清迈城之前，孟来王来到素贴山路，极目远眺，但见梅平河流域一片沃野，甚为欣喜。他告知二位前来商议清迈选址建城事宜的结拜兄弟栏杆亨大帝和南蒙王，曾梦见白鹿、白鼠等祥瑞之兽出没于此。三王一致同意选定清迈城址，创建清迈城。估计眼前的白色房屋都变成一片绿野，也许就是当年孟来王所见到的景象了。其实从这里往前走，还有一处更为宽阔的观景台，不过在这里已经能够一饱眼福了，那我们就不往前走了。小朋友们直接返回去双龙寺的正门，双龙寺两侧悬挂着很多铜钟，不知游客至此是否可以随意取杖击钟呢？另外还有单独的大钟。走进双龙寺不能穿着短裤，另外还需要把鞋脱在外面，随身携带的帽子、墨镜等也都要摘下。据说寺内有一只鸡的照片，是僧侣化缘得来但未食之，大概是因为感激不杀之恩，每当游客寻常不及膝，即啄之。正对着寺门是一片休息区，有遮阳棚和木沙发。从小门进入，眼前是金光闪闪、金碧辉煌的舍利佛塔，整座塔几乎贴满了金箔，高耸入云，阳光下灿烂夺目，富丽堂皇。据说双龙寺内有三宝，分别是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国王赠送的水晶莲花，以及600多年前锡兰高僧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20米高的舍利金塔是供奉佛陀舍利子的地方，镶嵌着各种宝石的水晶莲花就安置于大金塔的顶端。按照当地人的习惯，来到这座佛塔的游客或信徒基本都会绕着佛塔膜拜3圈，转佛塔。有些人手里会拿着经文和莲花，以此祈福，祈求家人朋友健康平安。在泰国，通常人们信仰的是小乘佛教，相较于大乘佛教的僧人不可还俗，不吃荤，小乘佛教的僧人可以还俗，对荤菜也没有加以限制，只要心怀吃是充满元气的意念即可呀。另外，小乘佛教不采土葬，而是火葬，骨灰置于庙中，如此灵魂才会升天。用莲花供佛是祈求平安健康，用玫瑰则是求感情。假如看到一位僧人手持玫瑰进入寺庙的话，可以确定他近日将还俗，祈求远方的爱人感情未变。据说泰国的一些僧人一般在7月出家，10月还俗，只3个月在寺里当和尚。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在泰北地区据说是重女轻男，因男孩只有出家时可为家人祈福，娶妻结婚后则搬入女方家。泰人拜佛后会跪坐在一位僧人前，请僧人为他念平安咒祈福。贴满金箔的大佛塔四周有很多精雕细琢的金灿灿的佛龛和佛像，以及用黄金打造的玲珑剔透的镂空的金伞，这些可不是喷的漆，都是真金呢。据说双龙寺所用的黄金有242.2公斤。双龙寺的建筑格外的金碧辉煌，相比清迈其他大多数古朴清幽的寺院，双龙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皇家寺院，其地位在泰国的寺庙中也是非常崇高的，历代国王都对双龙寺礼敬有加。据说双龙寺也是相当灵验的，因此每年都吸引大批的善男信女前来膜拜，而且还会举办佛礼盛会，香火鼎盛，热闹非凡。从双龙寺出来，左边有一尊吉祥白象的雕塑，确切地说，舍利塔和双龙寺的建造直接源于这头吉祥白象。更深入的溯源发现，这一切都源于一位西兰的著名高僧苏曼纳塔拉。在14世纪时，通晓南传上座部佛教佛法和戒律的高僧苏曼纳塔拉来到西沙贾那莱和素可泰王国，向人们传播南传上座部佛教。一天，他做了一个梦，在这个幻象中，苏曼纳塔拉被告知要去一个名为庞查的地方寻找佛陀的舍利。随后，苏曼纳塔拉冒险前往庞查，他真的找到了一根释迦牟尼肩膀的骨头。据说这件舍利拥有神奇的力量，会发光，会自我消失，甚至自我复制以及自我移动。总之，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情都会发生。苏曼纳塔拉把这神奇的舍利带到西沙贾那莱国王那里，
国王很高兴，并下令建造一座特殊的宫殿来保管佛骨舍利。随后，苏曼纳塔拉又受邀来到苏可泰王国，向苏可泰国王展示这件圣物。但遗憾的是，国王没有看到任何神秘能力的展现。于是，苏可泰国王表示怀疑，不屑一顾地将这圣物还给了苏曼纳塔拉。与此同时，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兰纳第六世格纳国王得知佛塔舍利的消息后，派代表团前往苏可泰，邀请苏曼纳塔拉带着佛陀舍利来清迈弘法讲学。1368年，在苏可泰国王的许可之下，苏曼纳塔拉带着佛骨舍利先来到了泰北的南奔，住在郊外的帕元寺。2年后的1370年，格纳国王在原来清迈当地土著人拉瓦人的城池拉瓦城的基础之上，建造了布帕拉姆寺，也就是现在的松德寺或花园寺，用来供奉苏曼纳塔拉带来的佛骨舍利，同时也将此地作为苏曼纳塔拉弘法讲学的佛教学校。当时苏曼纳塔拉来到清迈取出佛骨舍利时，发现舍利放出光芒，裂成了或者自我复制成了2块。据说其中较小的一块按照原计划被安置在布帕拉姆寺的一座神殿内，而原来的那一块佛骨舍利则需要找一个特殊的地点来供奉。为此，格纳国王下令把佛骨舍利放置在一头吉祥白象的背上，请白象自由行走来决定建造舍利塔的位置。白象队伍从白象门，也就是当时的华容门出城，沿着一条古老的朝圣之路爬上了清迈以西的素贴山。当时的素贴山被称为唐象山。走了没多久，白象休息并鸣叫3声，然后继续往山顶上走。后来在白象休息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休息寺庙，也就是今天的帕拉寺。白象走到山腰的某一处停住不动，然后又是鸣叫3声，伏地而亡。于是格纳国王决定在此建造安放佛骨舍利的佛塔。这一年大约是1383年。自1386年开始，围绕舍利塔周围陆续兴建了许多建筑，苏贴寺或者双龙寺就此诞生。双龙寺的名称实际上解释了寺院的特色，佛陀舍利素贴山也叫素贴寺。据说双龙寺后来经历过2次地震，并于1538年兰纳第12世孟格告国王统治时期进行了扩建。1557年增建了寺庙标志性的那家楼梯。1935年修建了通往双龙寺的公路。据说至今，在另一块舍利安放地松德寺的佛塔下，寺内的佛殿里还能看到壁画，描述格纳国王2分舍利修建松德寺和素贴寺的故事。游玩双龙寺，了解了双龙寺的故事之后，从双龙寺坐电梯出来，小朋友们决定体验一下素贴山僧侣步道，穿越丛林徒步下山。那在素贴山僧侣步道上丛林穿越到底好不好玩呢？僧侣步道又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咱们下期继续吧。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记得关注三叔，我们不见不散。这个丛林一穿越是。